两人对视后沉静了下来。魏无羡一点点把被子盖到脸上，温声说：“夏天蚊子太多了，不然还是别去了。我和你在家里一天也很好。”蓝忘机，他将被窝里蔫巴的小狐狸挖了出来。走吧，他说。出发时天气尚且还晴朗，艳阳高照，倒不如说是太阳过于猛烈了。坐在车里也感觉到灼热，因此一坐到牛腩饭店里，被空调吹得透心凉，霎时间感觉得救了。正和蓝忘机讨论是否该去买个墨镜，吃完饭出来，外头转瞬下起淋淋漓漓的小雨，地面被打湿后变深，斑斑点点的前路看起来也并不宽阔平坦。蓝忘机开得很缓很小心，远离市中心后是一片稻香的田野和挨挨挤挤的自建房、瓦砾房。难得在城市周围还有如此安静的地方，时间在这里是胶状的。盘山公路一圈一圈，坐在车里时感觉到自己也是螺旋上升的，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绿色的林木中。魏无羡嘴上还在和蓝忘机玩笑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每当有一辆车从对面开过来时，就不动声色地握紧了肩上的安全带。一个拐弯又一个拐弯，看日出的山顶似乎是永远也到不了。魏无羡心里刚刚冒出这个念头，就看到触手可及的蓝天，雨丝已经被太阳晒得蒸发了似的，夕照太阳的余热堪称酷烈地落在他身上。越是灼热，越有活着的真切感。两人下车时已经是一片火烧侵染过的万丈霞光，太阳缓缓从山间落下，斜晖将蜿蜒山路照得发亮。那道光也落在魏无羡肩膀上，轻轻地拂去上头压着的什么。今天的太阳落下了，又一个夏季在朝升夕落的太阳中即将过去。天气转凉之前下了好大一场暴雨，魏无羡在赶稿途中回过神，发现天色已经很晚了，于是拿了把伞慢悠悠地走向医院。回国以来找他的猎头着实不少， offer 条件也着实令人心动，但他都一一推拒了。问及原因便只好说，工作太累了，我的梦想是混吃等死。在旁边停了一耳朵的蓝医生，魏无羡挂了电话，戏谑道：“怎么？蓝医生不愿意包养我这个想混吃等死的小情人？别胡说。”蓝忘机面色镇定地伸出手指，按在他上带齿印的唇瓣上：“你本质不在此。如果不是当年的意外，魏无羡或许会选择当摄影师，或者设计师，亦或者别的什么人。他天性浪漫自由，不肯被拘束在格子间里，又是一片赤子之心，待人真诚。商场、职场一些事情他能够做得很好，但做了也不会令他高兴。这10年来被困囚于此，磨尽棱角。世界上很多人都在做自己不喜欢、不想要做的事情，加班工作，忙忙碌碌，有几个人是真的至于此呢？而他不过是曾经有可以不必面对现实的靠山罢了。魏无羡笑道：“我只是在想，医生本来就很忙了，日夜颠倒加班如便饭，我再接了这些 offer， 岂不是也要忙起来？那样一周能见几面，能相处几个小时呢？错过的时间如此漫长，简直浪费一时一刻都觉得可惜。”虽然如此打算，但魏无羡也时常画稿到深夜，忙起来比蓝忘机还要不知日夜。但也有自在闲暇的时候，譬如今日，他可以撑着伞走到医院，站在门口，刚刚收起伞抬头看去，恰巧碰上下班的蓝医生。雨停在这一刻，阳光落在不苟言笑的蓝医生身上。蓝忘机，魏无羡见他如此耀眼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